什么是他出任了全球最大的独角兽的 CFO 呢？北大美女校友担任字节 CFO， 或将推动再次 IPO。那字节有这么牛吗？北大校友又是何许神秘人物？再次 IPO 又怎么回事呢？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就给大家来扒一扒。北京字节跳动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字节跳动，是一家位于中国北京的跨国互联网技术公司。听到这个名字，大家觉得有点耳熟，但好像也不是很了解哈。但是如果我说到它旗下的产品，那真是如雷贯耳。它旗下的产品有今日头条、抖音，以及海外版本 TikTok， 以及西瓜视频。我们在网络上查到的数据显示，2018年呢，字节跳动的移动应用月度用户超过了10亿人，估值在750亿美元。它已经超越了 Uber， 成为当时全球最有价值的创业公司。截止到2019年7月呢，字节跳动的产品和服务已经覆盖了全球150个国家和地区，75个语种，曾在40多个国家和地区位居应用商店总排行榜的前列啊。在中国互联网企业中，字节跳动是第一家没有向阿里巴巴、腾讯或者百度寻求商业保护或者融资的创业公司。相反的，字节跳动被认为他们与百度、腾讯两大巨头有强烈的竞争关系，因为字节跳动的资金主要来源于抖音和今日头条的广告收入。那到2020年的3月呢，字节跳动已经有6万员工了，当时他们都计划再增员1万人。投资人和内部的消息据称2019年字节跳动的营业收入在1040亿元到1400亿元人民币之间，已经超过了当时 Uber、Snapchat 和 Twitter 的总和，广告收入也超越了腾讯，仅次于阿里巴巴。抖音的全球下载量达到了1.15亿次，固定用户近10亿人，相信你我都是吧。字节跳动的 CEO 梁汝波4月25日宣布，世达国际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高准 Julia 高将加入字节跳动，担任首席财务官 CFO。他的主要办公地点呢，将来会在香港和新加坡。梁汝波还特地为这个美女的加入写了一封信，在全员的信中，他表示，2016年以来高准与字节跳动的收购、融资项目多次合作，他熟悉公司的使命、文化、团队和业务。Julia 对公司的治理、企业发展有很多的经验和思考，对许多处于不同阶段的公司提供过咨询和帮助，相信她的加入会给大家带来很大的帮助。2021年的11月，字节跳动调整公司组织架构 ，TikTok CEO 呢周受资不再兼任字节跳动的 CFO 呢，自此番宣布信任 CFO， 这一职位已经空缺了5个月了。字节跳动收购了 Musical LY 牧童游戏公司，以及几轮的私募股权融资，交易总额超过了几十亿美元。在相关过程中呢，均有高准的深度参与。高准呢，曾帮助过超过100家企业完成了股票、可转换债券、债券等多类资本市场交易，以及在美国、中国、香港和新加坡等地上市、跨境兼并收购、私募融资、战略投资等其他公司事务中呢，高准曾经操刀过的并购案例包括以下。比如说，百度36亿美元的收购了 YY， 滴滴出行并购了 Uber China， 与快滴打车合并，与软银进行了超过有55亿美元的私募融资。京东集团收购腾讯电商平台的业务和资产，美团以27亿美元收购了摩拜单车，携程集团收购去哪儿网等等。这些案例全部都有国内互联网的大事件。而他参与的第一个中国公司 IPO 项目，便是2003年携程赴美上市。有人这么评价高准说，市面上多半以上的中概股上市，他都服务过，几乎撑起了中概股上市的半壁江山。2018年，高准参与了多家中国科技公司的 IPO， 覆盖当年行业 IPO 前10中的7个。值得注意的是，高准并非是财务投资型的 CFO， 而是法律的实战背景，那就听起来更加厉害了。高准呢，此前是世达国际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，也是其全球管理机构政策委员会的成员。那这个高级合伙人到底有多厉害呢？也给大家扒一扒。在业内的一线律所一名普通律师要想晋升成为合伙人，也就是说，不光是打工要做老板了，往往需要5到9年不等。而且很多人等了9年以后呢，他们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处境，因为他们都是国内最好的法学院校，大多数都有海外留学经历，也参与过很多重大的项目，有很多经验。
除此以外，你还有哪些能力能够出类拔萃呢？特别要求严苛的是管理和营销，也就是说，普通的律师只用把事管好，可而做合伙人律师要把项目案件做好，要管人，要把恰当的激励，把这个项目整体做好。举个简单例子，一个团队一年创收了1000万，团队负责人留300万给律师事务所，剩下700万进自己口袋吗？当然不是。这700万呢，还要抽出一部分分配给团队其他律师，让这些团队呢能够达成1000万业务的目标。那世达国际律师事务所有多厉害呢？它是一家于1948年在纽约成立的国际律师事务所，旗下律师总数有2000余名，是全球高级律师事务所之一。福布斯杂志称，世达国际律师事务所是华尔街最强大的律师事务所。据世达的官网显示该律所常年位于 Vault 榜单中的前几名。世达被称为中概股之王。所以，很多回流香港做第2上市的中国企业都会找他做公司的律师，包括香港和美国的法律。在2020年的 M-Law 100中呢，世达总营收排名第5，2019年总营收26亿美元。是的，你没有听错，2019年世达合伙人年均收入高达391万美元。2019年，世达有1694名律师，每个律师平均下来1年为他创收155万美元。一位业内人士对新闻表示说，作为一名在顶级外资律所的华人高级管理者，他曾入选美国律师杂志全球45名45岁以下的杰出女性的律师，并连续10多年被钱伯斯全球国际商会列入全球领先商业律师中的最高级别 Band 1，这个相当于应该是顶级的黑带了。据公开报道，高准呢出生于上海，曾获得北京大学法学学士、阿拉巴马大学社会学硕士、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法学博士，从事律师生涯超过20年。2009年，高准加入世达国际律师事务所，并担任合伙人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高准就是这位美女。根据高准的职业履历和背景，外界对字节跳动此举的普遍解读是，字节跳动可能要重启 IPO 了，而且是在美国。字节跳动可能会考虑或开始筹备在美国上市，当然也可能是 TikTok 相关业务独立在美国上市。因为高准的长项和优势就是美股的 IPO。巧合的是，就在10多天前，有媒体报道就声称，多位字节跳动的在职员工确认说，公司开启了今年的期权回购，价格为每股142美元，相比去年的132美元，提升了7.5%。好的，以上就是本期的华尔街周报，感谢您的收看，我是安琪，我们下期再会。